我每次在读一个项目的剧本的时候，这个项目跟我也在对话，他也会慢慢的在告诉我一个答案。另外就是我们的鲁氏合力，祖孙三代每个人都有一个标志性的道具。服装这块他们那个斗篷要很大，出场得铺这些细节。我希望他的转场都是有设计的。多利用这个回廊，就这个场景的合理性就突出一下。邓导是一个很有创造力的导演，他对场景的要求会不拘一格一些。梯子给摆到这儿，他们在这儿，这敲就行。曹薇的这个房间还要稳成一点，也给了我们很大的创作空间。隔着水哈，可以试的。喜欢拍这景，你挑人念来的，跟那个摄影说一下这几个问题，把你这些设计拍进去。我不太想放过每一个可以去表达的空间或者机会吧。带着演员在现场走戏，我其实就像一个观众一样，我看他们的表演。你可以再用，就有很多的火花就会从我脑海里面蹦出来。那这样，吴小稍微等等，什么都好香啊！我们把这撑长，你就可以左右闻一闻，然后我也拍他，感觉你要上歌的表情。好，来，主要可以稍微害羞一下，这是正常的。哎，可以，很好，有吗？他的思维方式特别快，现场即兴的这些东西，他瞬间就能给你做得很好。我觉得可以加个细节，你就慢慢从这个娘的这个眼睛挪开了，就让那个鸟叽啦叽啦一直在叫。正好现场有个鸟笼，他就看到那个鸟笼，用这个鸟叽叽喳喳的声音来引人。结婚的那一场戏是非常重点的一场戏，走完戏之后，总感觉还没有达到我们内心深处的那个感觉。按照正常结婚啊，正常做公公不符，但现在是只是牌位。在现场聊了很久，我们后来就加了一个细节，在没有按照结婚的流程走，变成在参拜。小乔其实已经站在了门外，他目睹了魏少他们祭拜的这个整个过程，就把那个仇恨其实更赤裸裸地抛在了两个人的面前。两个演员在现场一下子就产生出了那种特别自然的也特别真实的那种反应。邓导他的接受度和包容度很高，你就可以说你无聊之类的，无理取闹，对，就无理取闹。会一起讨论大家都能接受的方案。站起来，他这句话只有跪着说才有仪式感。对啊，对，你给他付钱说我扶你就好了嘛。对，每一个都是好演员，每一个好演员到了现场都有非常强烈的表达欲。我们做一个行，试一下。我们前几句说的是火事儿，所以其实也会刺激着我，他们哪怕是一个反应或者一个小的细节，都会跟他们去再设计一下。得有味儿。对，有味儿。所以你一站定之后，你甚至可能以为是他身上的味儿，你就可以稍微有点。对，来。我希望他返璞归真，也就是我们这次给自己设定的一个框，在这种框的限制里面进行一些创作。跟武术组提出的概念就是不要做出一些超乎物理现象的动作。这个打斗是很真实的。做一个树叶或树枝，double一下。我其实就不想打，一下就没难度了嘛。邓导对我们团队有着非常高的要求的。我就想说，稍微这边可以炫个技，否则的话，我们可能机会又变成比较常规的机会。地平面，然后感觉会有那种沙土，他们的马蹄从前面过，然后你主体是后面的小桥。好，再来一个那个机器过的。邓导给我的一个最重要的提醒：抓住最核心的东西，抓住细核，不光要把画面拍得好，最主要的是要懂这个戏。摄影你知道这个点了啊，你自己把握一下那节奏吧，你的味道最好能搭上。眨眼，我给你眨眼。有点眨眼啊，这样才能抓住一些不经意间就忽视掉的东西。其实如果想做一个自己心里面能过得去的作品的话，每一个环节都还是挺消耗精力的，因为你不消耗精力的话，它一定会有让你不满意的地方。行 ，OK， 好，来吧。这个放在这个片里现在就感觉特别带体系。折腰拍的还挺辛苦，但是也挺快乐。我很珍惜我在现场的这种感觉。好，哇，太棒了，它会让我的片子拍出不一样的感觉。